今天我们来说周穆王见西王母的故事。根据《穆天子传》中的记载，周穆王接受天帝的诏命后，在河宗氏首领伯妖的引导下，先后到达了昆仑山和冲山，履行了神谕的使命。然而，这次西行的高潮部分却还远未到来，因为这位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帝王即将与一位上古神话中的大神进行一次流传千古的会面。壬申日，周穆王一行离开冲山之后，继续西行，分别经过了出产美人和宝玉的赤乌市、阳水边的曹奴市、群玉之山的荣市、铁山之下的鸡驴市、越野上的坚寒市等的盘踞之地后，于庚戌日这天来到了玄池。后世有研究者认为，当年周穆王所到达的玄池就是彼时尚未干涸的罗布泊。西行队伍在玄池休整了3天，并演奏了盛大的广乐，所以玄池也被后世称为乐池。周穆王还在那里种下了一片竹林。癸丑日，队伍继续启程向西，分别经过了苦山和黄蜀之山后，于癸亥日到达了西王母之邦。西王母堪称是华夏上古神话中最如雷贯耳的大神之一。早在上古奇书《山海经》中就有关于西王母的详尽记载。《山海经·西山经》中的原文是这么说的：流沙又西350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力及五残。大意是说，流沙之地在向西350里有座山叫做玉山，这是西王母居住的地方。西王母的样子像人，长着豹子的尾巴、老虎的牙齿，而且善于长啸。她头发蓬乱，头上戴胜，她掌管着天上的瘟疫灾厉和五残星所带来的行杀之气。所谓戴胜，现在普遍有2种理解，其一是西王母带着方胜型的玉器，其二是头上有和戴胜鸟一样的羽冠。从西王母身上诸多的动物特征来推测，大脸怪个人认为第2种观点似乎更有说服力。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也有几乎一致的记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血楚，名曰西王母。由此可见，虎齿豹尾而戴胜是西王母比较一致的最初形象。但是到了汉朝时，这位近似大巫庄般的西王母却变成了另一番模样。在记载了汉武帝见西王母故事的《武帝内传》中，汉武帝所见到的西王母则变成了年30许、修短得中、天资眼爱、容颜绝世的美人。当然，关于西王母还有着许多的猜测和未解之谜，篇幅原因，我们以后会单独制作内容和大家掰扯。《穆天子传》卷3的开篇就说到：即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至白龟悬臂以见西王母，好献景祖100纯，某祖300纯，西王母再拜受之。在吉利的甲子日，周穆王以宾客之礼去拜见西王母，于是手持白龟和悬臂觐见他，又献上锦缎100段，某种丝织品300段。西王母拜了2拜，接受了这些礼物。我们来对比一下汉武帝见西王母时的情景。当晚2更天左右，西南天空突然涌起了浓云，翻卷着直奔刘彻的宫殿而来，隐约还能听见云中的箫鼓和人喊马嘶的声音。没过多久，西王母乘着龙拉的车子，在一群仙女侍卫的簇拥下，来到了刘彻的大殿前。很显然，相比较于汉武帝见西王母时的神仙排场，周穆王与西王母的见面似乎要简单而真实得多。但从穆王进献的礼物来看，西王母有着相当高的地位。周穆王拜见西王母的第一面进献的是白龟和悬臂。周礼中以白虎理西方，白色的龟属西方之玉，这是对西王母所属方位的尊重，而悬臂则更是礼天时才会用到的顶级重器。此外，周穆王进献给西王母的锦缎和丝织品的数量也异常巨大，100段约等于200端。彼时即使是诸侯之间的所谓大聘，也只用到数帛10端。周穆王进献给西王母的礼物中，仅仅锦缎就是大聘的20倍，其他丝织品则更是多达600端。由此可见西王母的地位之高，周穆王几乎是以礼天的级别去拜见她。至于个中原因，西王母自己会在稍后揭晓。对于周穆王如此高级别的礼敬，西王母却表现得很低调，她在拜了2拜之后才接受了这些礼物。紧接着《穆天子传》中说道：乙丑，天子商西王母于瑶池之上。乙丑日，周穆王在瑶池之上设宴款待西王母，而这句话是华夏神话史上关于瑶池目前已知最早的记载。周穆王作为远道而来的宾客，却还要在西王母的主场设宴款待他，可见礼敬已经做到了极致。西王母似乎也被穆王的举动所感染，席间还为他颂唱了一首颇有深意的歌谣。
白云在天，山林自出，道理悠远，山川见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大意是说，白云飘在天上，山峰层峦耸立，路途是那样遥远，又有山河阻隔，希望你能长生不老，那么将来你还能再来这里吗？以西王母的身份能说出将子无死这样的话，是有着相当非同寻常分量的。经常看大脸怪视频的诸君都知道，西王母拥有上古神话中的不二神器不死之药。神话中的不死之药不仅能让人永生不死，还能起死回生。众所周知，当初堕入人间的羿在西王母这里求得不死之药后，被恒娥偷走并吃掉，变成不死之身，飞身去到了月亮之上。更鲜为人知的故事是，昆仑山东边的6位大巫还曾用不死之药复活了天帝的宠神亚羽，而复活后变成了样貌怪异的吃人怪兽的亚羽，后来又被天帝派到人间平定10日灾祸的羿所射杀。所以当西王母对周穆王说出将子无死时，也许不仅仅是一种祝愿和期望。周穆王显然并没有领悟到更深层次的含义，只是很坦然地回复道：禹归东土，何至诸夏，万民平均，五故见汝，彼及3年，将复而也。意思是说，我返回东方华夏之地，要使诸侯邦国安定太平，等到万民都能安居乐业了，大约3年之后，我将再次回到这里拜见你。3年，居然只需要3年。可以想象的是，彼时西王母已经伸进口袋里摸到不死之药的手又缓缓缩了回来。既然不是来求药的，那就聊点别的吧。西王母又为周穆王吟唱道：我来到这西方之土地，居住于荒野之间，与虎豹为伴，与乌鹊共处。我是天地之女，天地敕命不可更改，可惜你是这世间的君主，不久又要离我而去。为你吹笙鼓簧践行，令我心绪翻飞，难舍难安。你这世间的君主，正是天帝所期望的人。在这段吟唱中，西王母透露了2个很重要的信息。首先，西王母说我为帝女，原来她是天帝的女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周穆王能给她如此之高的礼敬。其次，她是受天帝的敕命留在人间的稀土，并且不允许离开那里。言语之间似乎还能感受到他囿于稀土，只能与虎豹乌鹊为伴的些许孤独之感。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孤独，西王母表达了对周穆王的留恋，并鼓励他成为自己父亲所期望的世间君主。能得到天地之女的鼓励，周穆王随即兴奋地驱车登上了燕山。燕山是先秦有些文人口中的日落之山，也被一些古籍中记载为燕姿山或燕姿山。史记中说日出东南隅，日落燕姿山。而关于这座山的形貌产出，在上古奇书《山海经》中有较为详尽的记载。原文是这么说的：右西360里，曰燕姿之山，有兽焉，其状马身而鸟翼，人面蛇尾，谥号举人，名曰熟狐。有鸟焉，其状如枭而人面，尾身全尾，其名自豪也，现则其翼大汉。燕山上有一种半人半马的兽，叫做熟狐，据说它的爱好是把人举到半空中。还有一种长得像猫头鹰的怪鸟，它有类似猿猴的身体和犬的尾巴，只要一出现就会引起大汗。周穆王登上燕山后，将自己的西行经历刻在燕山的石头上，又种下一棵槐树，题字为西王母之山。至此，西王母与周穆王的短暂见面就此结束。那么问题就来了，周穆王的3年之约究竟是否兑现承诺了呢？后世的主流观点认为并没有。事实上，周穆王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再次跋涉万里去到瑶池，正如李商隐的《瑶池诗》中所说：“8郡日行3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然而，没有意外的故事绝不是一个好故事。就在与《穆天子传》一同被发现的竹书纪年中，却有这样一段记载：周穆王17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公。周穆王17年，大约是公元前960年。竹书纪年不仅印证了《穆天子传》中穆王西行的记载，标定了见西王母的准确时间，还明确说到，在当年西王母就回访了周穆王，后者在昭公以国宾之礼接待了他。这当然是一个美好的结局，但是不得不说的是，这个记载还存在疑点。不论是《穆天子传》的记载，还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周穆王见到西王母的当年应该还在返程的路上，最快的速度他也只能在次年返回宗周。更何况据《穆天子传》中的记载，见过西王母后的周穆王先北上大旷原狩猎，然后沿途经过了卓游氏、古瞻氏、崇尾氏、文山之人、巨搜氏等部落盘踞地，后经河套太行才返回宗周。
也就是说，西王母当年的回访理论上是根本不可能见到周穆王的。果真如此的话，又何尝不是给这个流传千年的浪漫传说留下了一个可资品渣的遗憾呢？《穆天子传》是几种竹书中唯一一部比较完整流传至今的文献，具有相当的文化价值。它历经秦火之劫，埋藏于地下近580年，直到西晋才因为盗墓贼的光顾而重见天日。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充满玄幻色彩的浪漫故事，更是为研究先秦历史、地理、民族、中西交通以及古代神话传说提供了珍贵材料。最后还有一个谜团，天帝说要当面赐给周穆王隐秘的教诲，这个教诲究竟是什么？《穆天子传》中却只字未提，也成了一个千古未解之谜。难不成周穆王正是听从了天帝的教诲，才活到了惊人的105岁吗？喜欢上古神话故事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的上古神话那些事系列文章和视频。我是只说自己观点的大脸怪，谢谢您的观看，再见。